你咋不长记性呢？你说人要是不长记性可咋办呢？今天我们全家人一起吃饭，大伙就用以前的梗逗他，说你除了乒乓球和游泳，你还擅长啥呀？他说我还擅长体操。我二姨夫说你游泳和乒乓球哪能耐俺们都知道了，你怎么又整个体操？你怎么专挑中国人擅长的运动挑战呢？他说他真的很擅长。俺说那你展示一下吧。结果大家准备好啊，可真辣眼睛。哎呦我的妈！像不像经络？就那个游乐场一屋人全被他点跑了。有个老头抱着外孙子层层撩，他外孙说我要看那个大白胖子，他姥爷说赶紧跑，你瞅这样一会儿要现原形的。What's up， 新人们，对不起啊，最近有点小忙，我究竟忙啥去了呢？过两天你们也去看着了。最近确实是稍微有点就是对不起你们，是不是有些人有点活不下去了？确实是最近档期有一点满，完事没有时间准备东西录视频。但是今天啊，就刚刚发生了一件太有意思的事儿，我必须得立马跟你们分享。我刚去参加了一个商务活动，这个活动本来找的这个艺人吧比我有名，但是人家这个艺人呢临时有事没来，换的我就是一个低配的平替的。那活动挺有钱，给我配了5个保镖，虽然其实不是给我配的，但人都过完了也得上啊，对吧？这5个保镖都能有1.9米，老壮了，跟泰森似的，然后一个个都这样的，戴个耳返。护耳朵，泰森与泰森，耳朵是命根。然后呢，就是作为艺人嘛，就是我应该从车上缓缓下来，而我从车上我呲溜家就出来了，像耗子似的。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，就首先呢，我没有名气，保镖不认识我；其次呢，我太矮，就1.53米嘛，保镖没看着我，他几个都没看着我，都在这儿就是寻找艺人呢。这时候尔反就跟他们说，来，艺人已到位，来带着艺人往里走，来往里走，他几个就稀里糊涂往里走。那这个保镖的活呢，你们也知道，他一只手要挡住就是扑面而来的疯狂粉丝，另一只手要挡住是戴着墨镜的嚣张艺人。但是现实的情况呢是，这边手没有疯狂的粉丝可挡，就整个商场有6个蹭空调的老太太，属于一挡容易得挡走那种的。保镖也得小心，就是一挡走倒挡回，碰着老太太一挡没嘛。所以就是呢，这只手挡不着粉丝，这只手摸不着艺人。他们1.9米，我在那裤腰带底下。5个保镖10只手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，我都尴尬了，我都停了，去找那6个老太太唠嗑去了。老太太们都很不解呀，这5个人干啥呢？录短视频呢？录的是啥呢？皇帝的新装吗？尔反很快追起来，艺人到哪了？保镖也很不明白，艺人搁哪呢？我看保镖也不容易，我就赶紧回归队伍了。尔反跟保镖说，艺人在你后边。保镖猛然一回头，差点没给我踩死。所以你说当把艺人多不容易，还没出道呢，让人给我雪藏了。雪藏！哎呦我的妈！哎，我的大胖媳妇被疑似出轨了，上了我们家快乐大本营群聊的热搜，被怀疑的出轨对象是她。咋回事呢？我妈最近吧很想她的外孙女，所以老和我老公在早上孩子上学之前视频。我妈和我老公本身聊不了天，这个说城门楼子，那个说胯骨轴子，根本对不上。有一次他俩视频，我妈就问他啥时候回来呀？那之前我老公在上网查过，就是听说这个柬埔寨有中国疫苗，所以他就跟我妈说，实在不行我就去趟柬埔寨打疫苗，然后我就回来了。结果第2天我妈跟我说，你老公也不咋想你。我问他啥时候回来，他说想先去趟意大利买衣服，然后再说回来的。然后昨天我妈突然非常严肃的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城门失火了，你家大胖媳妇找了个大胖媳妇，有人了。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，这伦敦的经济得是低迷到了什么程度呢？就我老公那么抠，怎么还能找着个人呢？这女的是觉得叫外卖攒塑料碗是男人的新性感吗？这人图啥呢？然后我的第2反应是，我知道我大胖媳妇不奸，但是她是怎么做到的？她是怎么做到出个轨还能被隔着大西洋的丈母娘在视频里边，在连柬埔寨和意大利都听不明白的情况下，用远程动图给逮着的呢？我就问我妈咋回事，我妈说已经连续好几个早上了，视频的时候你老公背后飘过一个女的，那长得可比你好看多了，就穿个小背心小裤衩，那火给他大的，在你家那个厨房还煮上咖啡了，拧他那个破腰，我给他嘚瑟的。那咖啡那玩意儿用煮啊？咖啡不是用水冲的吗？一袋一袋的，以为我不明白咖啡呢，一看就不是啥好饼。我一听我就明白了，我说妈，那是露西亚，是我们好朋友马蒂亚的女朋友。我妈说啥呀？她也不放心。我说妈，你可以不放心友谊，但是你应该放心你女婿的审美呀。你刚才不说了吗？那露西亚比我好看多了吗？但是你知道，咱越觉得好看的，他越觉得不好看的。当年他第一次来，你忘了吗？在饭店当着大伙面非说我长得比刘亦菲好看，
服务员听着差点没呛死，他审美跟咱正好是反的，你忘了吗？我妈说啊，你说这事我想起来了，那鲁七爷是安全的，要把武大郎放你家那行出事儿。鲁七爷大美人，这么一个大美人就一个苦恼，就是老整大红包，每次整都搁这地方长。完我要录他还不整了。我跟他比就有一优点，我不整大红包，我整小白包，就是俗称粉刺。大包小包都可以试试自然堂这个无酸精华的刷酸面膜。我之前其实也不太懂，最近我才明白，它是用这个复合酸里边的果酸先软化老废角质，然后里边的水杨酸和二元酸帮你控油消痘，干不一样的事儿。而且问题是吧，酸这个东西它太强了，容易给皮肤给整薄了，太敏感，而且不懂得刷酸的孩子容易一下整大发劲儿，整太多。但是酸太弱吧还没效果，白整。自然堂这个面膜酸性适中，这样呢就不会刺激皮肤导致爆皮爆痘。而且它是这样式的面膜，就是亮度已经给你控制好了，省得你是一个粉刷匠在刷大发劲儿了。我这个人小心眼儿，我总希望长得好看的人都长大包，但是毕竟我跟他确实挺好的，我也可以考虑寄给他就好。我虽然挺放心我老公，但是我也在努力的给他找工作，找着工作就可以发签证了，有希望，希望他赶紧回来跟我们团聚，到时候告诉你们。哎，你能想象吗？就他看过欧洲杯能把球服买错了，英国对意大利人买了巴萨的，而且本来不看足球，为了装男人硬看，结果10分钟睡着了。就他，其实人家以前也是苗子，差点被选入国家队，代表加拿大去参加奥运会。这加拿大吧，他选苗子为国家争光这个程序跟咱不太一样，就是他们不是组织找苗子选你练你，得是苗子自己把自己先练好，然后去找组织，就是给人感觉就是你爱争不争，就不管你多大天赋，你哪怕你是哪吒，你出生时候是滑旱冰出来的，那人家也不主动找你。然后我老公小时候呢就哮喘，我婆婆就领他上医院看病，医生跟我婆婆说，那小孩哮喘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就练肺子呗，从憋气儿开始。我婆婆说憋气儿咋练呢？拿被捂他呀，看他在里头能蹬几下，那万一捂大个劲儿不蹬的呢？医生说就是从练游泳吧。结果一游上泳，我老公天赋异禀，平时缺那心眼儿全长肺管上了，那蛙泳游的跟蛤蟆疯了似的，就是个涛，校队第一。我就问他，我说那你后来咋停了呢？我老公说当时他正在上学嘛，就是勤工俭学，打了份工，就打这工呢就是收废品，到处收然后卖。完后来如果继续参加这种比赛呢，就不能打这工了。然后我婆婆就说那还是得打工挣钱。我说那咱就捋一捋，就是说白了就是你本来可以参加奥运会，然后你和你妈分析了一下世界格局，最后决定捡破烂。我老公说反正在加拿大你要是想当体育明星，那其实是很贵的，因为你得从小自费练，练好了才能入选，你练不好了有可能还白练了。那你这练的过程很多家拿不起这钱。比如说我老公的妹妹玛丽莎，那以前也是练花样滑冰的，滑的挺好的，那在冰上咵咵咵一顿就转，跟旋转拖布似的。但是冰刀鞋你得买吧，买完你得磨刀吧，他那个脚从33长到42，你得给他换鞋吧，你不能像灰姑娘他妈是直接给脚趾头剁了吧。那如果你想专业练，你得有空间自由翱翔吧，你得租场地吧，要不然你身边一堆业余退休老头，他不滑冰他都摔呢，你到那一顿转飞，你降落的时候给他做了呢。还有这个花样滑冰，你得打扮好看吧，你得穿小裙儿，你转起来才是旋转拖布呢，你不能穿校服吧，还兜风还开裆，你还得化妆吧，要不人也白冰也白，上去漂白一片跟贞子似的，那这不都得花钱吗？我说那你妹妹后来咋也不练了呢？我老公说那后来我上大学了，我那工作就给他了，接班了。我说哎呀妈，可惜了加拿大，等于你这一家子体育苗子最后都捡破烂去，破烂换钱。他说所以嘛，加拿大国家挺大，但是体育成就上没有那么璀璨，也是有原因的。我说那你也不能光整那客观原因，也有那个成本低的项目，我也没看着你多厉害。拔河便宜，但是你们还不会蹲。铅球，你加拿大那老大地方人都在最南边，北边全是熊，你买个球你往北撇呗，反正熊也有劳保。如果说拳击还得买手套费钱，那你可以相扑啊，相扑真是成本太低了，行吗？你去找俩胖子，一见面往一后头一抱，就开始薅裤衩，薅呗，那薅坏了正好你捡破烂。